像以前呢，他有尝试过芭蕾舞啊，现代芭蕾舞，但是都没有成功啊，是都没有成功。That's the thing。美珍姐就不用讲，因为小时候一直看电视就讲有讲回不来了，陈俊，回不来了，是累的，真的。红星聚聚，你好，我是泽亮。无论是老将还是新秀，每一束光都值得被看见。今天我们跟我们的嘉宾一起聊聊他们的得奖感言，聊聊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故事呢？欢迎我们的嘉宾们！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请我们的各位来宾跟我们的镜头来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是 Capital 958的 DJ， 我是值早班的城市早点名，我是嘉彪。潘嘉彪 Capital 958城市早点名最佳主持人，广播播客类。大家好，我是来自 Love 972早上遇见蝗虫的重庆。周重庆周公讲鬼哪里有鬼第2季最佳综艺及资讯节目主持人 Love 972周公讲鬼最佳主持人，广播播客类。Hello， 大家好，我是凭一碗狂澜入围的蔡成俊。蔡成俊力挽狂澜最佳潜力星。大家好，我是来自 Serangoon 的林西西。林西西，你在说什么？第2季最佳综艺及资讯节目主持人。嗨，大家好，我是凭青春小鸟入围的许美珍。许美珍，青春小鸟最佳女配角。大家好，我是 Capital 958的 DJ， 我是林芝，我是凭着城市007入围的。林灵芝 Capital 958城市007最佳主持人，广播播客类。所以我们就先从我们的电台 DJ 们开始，我们要问嘉彪哥，因为呢，听说他好像有在网上放话了哈。如果今年呢有机会得奖的话，听说我们走到新传媒的园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他在那边劲舞。是每一个角落吗？每个角落吗？不是每个角落吗？他是跳一次而已的哈。现场表演，对不对？对，想看。没错，想看的话10点之后哈，这个红星大奖之后我就在下面了。这是认真的吗？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得奖啊，要做一些有别于我平时主持的风格嘛，对不对？大家可能觉得自己电台的 DJ 比较少跳舞，所以我就想要尝试不同的东西了。因为嘉彪本身呢，他很喜欢表演的，像以前呢，他有尝试过芭蕾舞啊，现代芭蕾舞，但是都没有成功啊，是都没有成功。That's the thing. You never let him complete his sentence. 不好意思，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一次的失败，对，就是继续尝试嘛。所以我就要在那一天完成我那5步，对不对？但是说到主持风格方面，其实哥你是有很多户外主持的经历啊，体育节目也都有啊。跟你平常的每日的早班比起来，你觉得？我觉得早班可能大家想要说958提供很多的资讯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广播路线，我们想要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带出来了。大家都认识我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人哦，我是所以我偶尔可能就觉得想幽默一下、轻松一下的一种风格啦。有历届得主，有连续入围嘛？可是今年得知这个消息的当下，你的心情会？因为第1届入围了，第2届没入围，然后第3届再入围，我觉得真的太不容易了，是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我只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这样。但是作为好的主持人，你自己认为怎么样能够把你嘉宾最好的那一面给成功的带出来？我常会跟他们说，今天是来聊天的，不要紧张啊，你紧张我就更紧张了，所以我们一起聊天就好。而且我觉得样子很重要，因为我们除了你啊，我们都是属于长得普通的。这种话谁跟你说的？我们去找他算账。你可以不要包括我们吗？我不要跟你一起好不好？等一下，他拉着你们2位一起。我们没有偶像包袱所以呢，嘉宾一般上看到我们很快就能够对。如果看到你哇有压力，因为你帅嘛，会有一点距离感。我要去问一下我的嘉宾，西西有当过我嘉宾啊？有啊。你会有压力吗？第一次的时候会有一点距离感。我还有一题，我想问一问林芝姐。当然，你是作为我们这个奖项今年入围的唯一的女 DJ。恭喜，谢谢。你自己会觉得，其实来到广播主持人这一方面，男生跟女生，我觉得完全是个人的主持的风格的问题，然后主持人的个性的问题，它跟性别是没有关系的。明白了。比如说你说足球节目好了，嘉彪很喜欢做，他很喜欢这个运动体育项目，我也喜欢，所以我也做足球节目，所以男女生都可以做，这都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今天只是
按部就班，就按 A 到 Z 的方式去做，中间没有加入任何的特色的话，其实这个节目就每天就一成不改，然后就变得听起来死死的感觉嘛。我觉得要 enjoy， 你要投入。之前有被问到啊，因为现在读书嘛。对，我去年5月毕业。对，然后现在又继续你的求学之旅。是，然后听说再来个3年之后，哇哦，算毕业之后，你可能就会从其他方面也会毕业吗？我还是会继续做广播，可能是以兼职的方式来做广播。因为我真的觉得重庆哥做的东西太多了，真的有可能有一天需要放掉1、2个东西的。一定要不然我觉得我太辛苦了。我做了10多年的早班，每天5点要起床，是累的，真的。是每次起床就说，这是什么人生啊，对不对？对，真的。有时候我一起床，然后洗完澡，即便在刷牙的时候，我看着自己，何必这样辛苦？干嘛你？我好有画面哦，真的。可是开麦之后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可是我一到了播音室，是那个麦的套一拿出来的时候，一套上去，我就觉得人生很安全。我必须要把我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听广播的人都会知道，你从声音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那个温暖，这种开心感觉会传递，从你的耳朵里传递到你的心中。除了是广播之外呢，一定有演员这个职业。美珍姐这么多次不同的提名，这么多不同的角色，都会给予一样的态度吗？其实老实说，入行也有30多年，那30多年你说每一天都很嗨的去工作也不可能。当然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很想放弃啦，因为拍来拍去角色就是安迪，要不然就是这一类的，所以后来就休了一段日子，回来的时候就找到新的方向。去年嘛，在有被提名入围最佳女配角6次之后，成功夺下浴水重生嘛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压力真的减少了很多？今年其实老实说，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 again 青春小鸟是描述5个男生，那这5个男生飞去哪里？没有一个人入围，我觉得有点遗憾啊。所以今天就代表大家，然后我觉得竞争很强烈，然后有很多Emerald Hill 的人啊。我们是 Perth Hill 的，对，我都靠 Hill。你会有使命感啊，很像代表着所有其他的演员们。希望啦，已经把它演完了，也演得以我的 best ability， 所以看评审的选择啦。接下来该问一问我们刚刚诞生的新的火苗们，虽然说都是新人，但是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演出、主持的经验跟经历了嘛。像西西19年的时候参加过《寻找新声音》，我第一圈就被刷下来了。在你继续之前，我要说，你知道当时的导师们有谁吗？不知道，因为我是在那个帘子后面，我都不知道是谁啊！我听到的只有我就出去了。我知道评判是谁，冯慧诗啦，叶美贤啦，反正不是我们，对，不是我们3个，对。从第1轮被淘汰，走到红星大奖，进入到最后去角逐这个奖项那一轮当中，我是自己没有想到。当然，开始接触主持这一块的时候，也有去想说，希望有一天我的名字或者是照片可以也就在那个舞台上当入围者的那档荧幕。我想说，哇，如果我可以有一个专业奖项多么好！但也没有想过会是近期的事情，因为我才慢慢的开始接一些比较大型的节目啊，主持。今年知道自己入围的时候是非常的压抑，我觉得我已经得奖了。我其实最想要的那个 moment 就是我的照片跟其他的大哥们并排在那个大荧幕上，我觉得有有做到我做到了，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成绩单。好，最后要请出呢我们6位当中年纪最小，从24年的才华12强成功毕业的蔡成俊。成俊，其实你从15岁的时候就算是出道了。其实，在15岁的时候，我是有演一个电影，它叫《再见巨人》。从那个时候你应该算是所谓的童星嘛？对，所以去年重新再入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新的人，因为我当时候学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不是很多。从电影演到电视上的电视剧，最大的差别，你自己的体验是什么？拍电影、拍电视剧
都一样的，就是角色要把它拿捏好。你会有压力吗？看到入围的其他的压力一定会在，因为我没有想到自己会以陈家驹这个角色入围。因为我现在身为新人，很多角色都是配角，然后演的时候自己本身是觉得这个角色哪里好，观众一看到你，他们就会忘记你了。所以当时候我收到消息的时候，我入围了。我是挺开心的。胜算如何？28%吧，因为5个人，每个人都平均嘛。对，平均。那说到今天在座的另外5位呢，都算是可以当你的导师嘛？他们全部都是导师啊。其实，在才华的时候，林芝老师也给我们上过华文课，重庆老师是我们本身的导师，嘉宾老师其实他有帮我们在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有帮到。然后西西是每个节目跟他合作，我就看到哇，这个姐姐真的是很棒。然后美珍姐就不用讲，因为小时候一直看电视就不用讲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美珍姐不用讲的原因是因为你在电视上每次看到她的演出是那么的棒。小时候哈，我们都没有这样讲哈，小时候到现在还在回不来了，陈俊，回不来了。除了有在场的6位嘉宾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自己入围之后的心情啊，我们还有个惊喜环节。现在呢，我们都讲什么呢？人工智能 AI， 对不对？我们就请这个 AI 的工具呢，帮我们去搜寻了一下大家曾经的演出片段跟画面。所以我们看 AI 呢，究竟有没有找到你们曾经的以前的样貌啦，一些照片或者视频啦。再来看一看呢 ，AI 对于曾经你们的表现有何评价？还有评价，准备好了没？好，话不多说 ，AI 时光回放，请看。蔡姐姐，时光回放，哎，距离不远。哦，对，这个是2年前的。难道就没有人知道我的好吗？哎，我有看呢这集， ，so cute， 可爱哦。难道是我爸妈收了起来？你样子有变哎，有变吗？好变，不是，这个是才华的时候 AI 观察。2024你不算是新人，2024，但镜头前还有一点紧张。2026年的你，镜头开始变成朋友，表演越来越自然。厉害了，自然最重要。哎，你当时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当时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们是24个学员嘛，所以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我们就一个2个导演，他们就一直轮流去拍。所以当时候我是排得蛮最后面，可能太阳都要下山了。哦，要改。所以当时我们准备的东西，我们要改很多环境的背景这些，所以我当时候是有点紧张。所以我上去的时候，他们讲，哎，来快点，我们没时间了，我最多给你1-2个 take， 这个是比赛，你不可以花太多时间的。他们有一次就是一直叫我改一个动作，可是我一直改不到，所以就觉得没有做到最好。对，没有做到最好，我觉得彩排每次都是彩排做到最好，我觉得。因为心情比较轻松啊。刚刚我们看到是陈俊的第一个 AI 观察，哇，很紧张哎哈。下面到谁？林西西。好，欢迎收看《最佳损友》。哎，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之间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要交心，要谈心嘛，哈，这样才会更加了解彼此。但今天呢，我们邀请带来我们节目的这2位这一对，非常有趣，也很妙。让我们有请我们主持界的大哥李国华和泰恩来。嗨。哇哦！喂，你当下会不会倍感压力啊？我当下很紧张。我其实这档节目有被骂的蛮惨的哦。你被骂什么？对，我被骂，因为那时来的有 A Boys to Men the Boys， 然后有可能当时拿捏一些有可能时间啊，或者是 cue 他们说要回答问题的时候啊，太过紧张还是怎么样的，很多网友都说这主持人好烂哦，到底会不会的？拿捏时间都这样子，可以给他们一点时间嘛。然后你第一次主持，你又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你就会开始觉得哇，你到底能不能主持？有质疑自己的能力，超级无敌。你看你现在就以更多不同的节目入围更好的奖项，学习的经验啦，我觉得。是，我们看看 AI 怎么说。AI 说，2021年的你呢，综艺能量已经在咯，但是呢，口条明显不如现在。2026年的你，综艺加语言能力双系统运行。哇，讲得很好哎。而且我觉得西西变美了，哎，真的吗？真的。这张照片不好了。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位。哎呦，精彩了！哎呦！ Hello， 大家好。Oh my god！ 励志，有的成绩了。所以两组艺人呢，不但要在售卖日当天的竭尽所能，好好的发挥，另外在宣传和促销方面也要加把劲喽。哇，那很秀，对不对？对呀，
阵容扩张，我们就要招兵买马。现在我们去找一批学生来跟艺人一起创业。这很像，这个。请问这是哪一年的事？青春哦，创业无敌手，我们做了大概2个系列吧。哇哦，Y2K girl， 采访风格很认真。Oh my god！ 我怎么讲得到这个？太恐怖了。没有整啊，那颗痣还在哦，没有移位哦，没有移位啊，那颗痣啊，准啊。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哦，其实广播员能够主持综艺节目机会并不太多的。对，只有你，我晓得，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真的。2001年的你，哇 ，Y2K girl， 采访风格很认真，像在完成一份访问作业，你会认同这句话吗？如果是在综艺节目里面，因为有稿吗？因为要跟稿，对。现在的你聊天像朋友局，嘉宾一坐下来就开始讲真心话。是他想要的，因为刚才他已经说啦，他想要跟嘉宾像是朋友一样的谈天。其实我还在看第一句啊，我不觉得说他会是过于认真，可是我可以感受到青春活力，然后很好玩，很fun，很young。我也曾经有过 ，Oh my god！ 这个有 surprise 到我，这个真的，你们有看到那个 pattern 了吗？就是他从距离比较靠近的先开始，然后就慢慢越来越远，小心哦，小心哦。我们都是耐讲的才敢讲的，耐讲，那我们就来看看 AI 还有什么要讲。来了。958听友你们好，我是958嘉宾来了主持人，我是嘉彪。那么在958就有6年的时间了，希望在过去6年的时候，你看到嘉彪的进步了。希望说在过去6年，如果你感到失落的时候，感到开心的时候，一听到嘉彪的声音，就觉得是哇，非常的棒，非常的开心。希望说在过去6年的时候，我的声音陪伴着你度过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这个日子。那么希望说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时候，我的声音也陪伴着你们一起的成长。虽然我没有俊俏的脸孔，虽然我没有健硕的身材，好的，这是我。快乐小狗型哎，我正带着笑容，你知道吗？热情满分，气场为零。他说气场为零，你会接受吗？我觉得那个时候还很嫩吧，对不对？这还是在旧的嘉里鼓山那边，我们的什么金麦奖类似的啦，做一个宣传。我觉得2012年也是才刚刚入行，才那段时间点了。2026年的你主持风格有大将之风，杀气为零，依旧是快乐小狗型。气场方面，你觉得真有从0到100吗？没有100啦，我觉得，但是可能现在在这行一段时间，所以可能也比较能够掌控吧。但是我觉得回想看到以前的自己，真的也挺有趣的，对，以前挺好玩的。录完的时候还觉得这样还录得很不错，这样子这样回头看着的，哎呦，这个人干嘛的？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像你的手的动作，你很喜欢这样。你可以ซู明他的脸吗？好，下一位那就是美珍姐了。来，我大姐，娘惹啊，小娘惹，你要跟我结婚啊？我爸会把我打死的。我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把你打死了，还不怕绝后吗？我不管了。哎呦，你跟嘉彪演的动作，你不能撇下我的。你小心点。我们私奔，这怎么成？怎么不成啊？我们到新加坡去，不，干脆跑得远一点，跑到伦敦。我们会说英语，不怕活不下去的。我觉得美珍姐就是有这样子的魔力，只要一看她的戏，大家就会被吸进去。AI 说2008年的你，其实不错而且好美哦。但如果实在要说，那时的你情绪表达直接又猛烈，观众不用猜就知道在想什么。比较现在的你，情绪控制精准到一个眼神就够了。我觉得说的非常好，戏精了，我现在。真的，你都忘了他长青春痘了。我的青春痘在旁边，你都差一点忘记他长一颗那么大颗的青春痘，你以为是007支的智跑去他那里？来到你聊话，周重庆，哇！大家好，我是周重庆，希望前些时候呢，我们在 Yuki 什么是啊 monokini， 什么是 monotron？monokini 呢是专属给女生的，然后呢 monotron 呢是我自己发明的，就这样薄薄一件，我拿到最受欢迎 DJ 我一定穿的。OK， 这是 promise 的哈。所以当初有穿嘛？你现在还保留这件吗？没有啦，都穿不了了。
2012年呢，声线跟身材一样单薄，想和你做朋友，但你强忘不认真，身材不在，这是 AI 写的吗？讲故事的节奏稳到观众会自动安静听。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有朱泽亮的感觉。当年我也是朱泽亮，2026年猪八戒。朱元帅。What happened? What changed? What changed? 开心咯，因为这份工作让我开心，我就越吃越多。人到中年啊，没有偶像包袱。我跟你说，为什么许美珍只有她有资格讲50步笑100步？我们年龄相差1岁而已。敢讲？他讲我讲他可以。2012年的自己，主持风格、说话的方式跟现在是一样的哦。我还是感受得到他就是带给人很多欢乐，一听就是重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变的，只是成熟了一点。胖啦是吗？胖他不敢讲啦。我没有资格讲你胖了。今天的 AI 真的是很敢找，帮我们找到了很多我们曾经的自己，很多年没有看到的自己，不敢直视的当年的自己。当年呢，我们所散发出的每一束微小的光芒，都是汇聚成了今天的在场的各位。灵起风华，微光成炬，愿今天的每一束微光呢，都能汇聚成耀眼的火炬，耀眼的光芒。4月19号下午5点钟，我们红星大讲道时不见不散。拜拜。